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意识到自己可能误会教会很久了？我以前一直以为教会就是一间礼拜天要穿正式一点去的地方，唱诗歌、打瞌睡、听讲道，然后吃饭，有时候还会开会，开到你怀疑人生。但今天这段经文，保罗直接给教会下一个宇宙级定位。他说，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，就是那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What？ 请问我来是盖101大楼还是做礼拜的？而且保罗不止这样讲，还预言有一天信仰圈会被一群说谎的说教者搞得天翻地覆。有人要叫你别结婚，不能吃肉，你以为是佛教，其实人家是魔鬼的代言人。是不是越讲越离谱？那就越想听下去。提摩太前书3章14到15节，保罗说，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先 pause， 这句经文的破坏力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以为教会只是一种灵性活动中心，那你就等着被保罗打脸。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意思是什么？不是说教会里的人都没问题，而是这个群体是被神设计来拖住真理、见证真理、活出真理的。这下子责任突然变好大，你以为你来教会是来打卡，结果发现你是来当结构工程师的，而且这建筑还不能垮，因为它拖住的是真理，不是便利贴，是永生神的话。16节，保罗写了一首迷你神学诗，重磅登场。大哉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这段听起来像什么？对，就是早期教会的信仰告白歌词。等一下，这不就跟我们现在唱的敬拜诗歌很像吗？但它的重点是什么？耶稣本身就是我们敬虔生活的全部答案。不是你有多努力守规条，不是你灵修有几天没断，是因为神在肉身显现，这才是信仰的起点。教会的根基不是人的好行为，而是基督的荣耀故事。然后4章1节直接来个震撼预言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这段话今天读起来是不是有点毛毛的？因为你一边滑手机，常常会看到这些现象。我们的教会强调灵命断舍离，结婚是软弱者的选项。想要灵性纯洁，必须吃素、断食、禁欲，否则你不够圣洁。你会以为这是某些修道院语录，但其实保罗早说了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4章2节，意思是他们早就不痛不痒了，根本不是要带人回真理，是要操控、炫耀、搞神秘。而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也提醒我们，神创造万物都是好的，只要感谢着领受，就没有不可吃的。不要让人用不能吃、不能嫁、不能笑来定你的灵命指数。结语，你想成为
怎么样的真理注释。教会不是装乖社团，也不是超市神学，教会是托住神真理的群体，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座建筑的一块砖，一根柱，一条钢筋。我们的使命不是装像基督徒，而是让世人看到耶稣真的改变人，真理真的有力量。所以别再小看你在教会中的角色，哪怕你只是泡咖啡的，也是在神家中放香气的柱石工程。